人皮面具是种江湖传说，人们大多只听过，没见过。我有幸不但见过，现在它还戴在我脸上。只是5年了，我终究戴不住，要摘掉它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看着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绝色女子。绝色的意思就是即使她哭得涕泪满面，仍然让人惊艳，看着赏心悦目。我的公婆，我的爹娘，我的丈夫，仿佛都被她哭断了肝肠，错愕地看看她，再看看我，谁都说不出话来。我当然知道他们错愕什么。眼前这个绝色女子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我性子冷些，大概没有她那般柔软，招人怜爱。我坐在厅中未动，抬头看我丈夫，朝廷新封的镇北将军。将军，你娶的到底是蒋家的小姐，还是你的妻子？我丈夫看看我，再看看地上站立的那个与我一般长相的女子，铁青着脸，沉默不语。我等了一会儿，他只是将我俩瞄来瞄去，不说话。我低头笑笑，到底不是本主，鸠占鹊巢，站得住一时，站不住一时。我向那女子伸手，药水给我吧，咱俩也该换过来了。女子停止抽泣，看了我一眼，低头轻移帘布，走上前将药水递给我。我打开瓷瓶，鲜红的药水如血。我将它倒于手上，搓一搓，双手敷面。很快，我听见厅里的众人皆小声惊呼。我知道药水生效，我的面具掉了。我命身后丫鬟取铜镜来，低头一照，我不再闭月羞花，镜里的面貌清淡无味。5年后，我还是被打回原形，一个丫鬟。站在地上的女子，才是镇北将军真正该娶的人，蒋家大小姐。而我是她的贴身丫鬟。当年我被带到她身边时，我们都只有12岁。她是娇滴滴的大家闺秀，我是逃难在外的孤女，我们相比天上地下。我到她身边时，蒋家正妻失宠，她和她母亲正被庶母和庶妹压制的头都抬不起来。盖因镇北将军府到蒋家定亲求娶，蒋家只有嫡庶2女，镇北将军有权有势，他的公子娶了蒋家哪个女儿，哪个女儿的母亲便在蒋家说一不二。我这小姐虽嫡女，母亲却懦弱，又不如庶母受宠，被步步打击，若在皇室，怕是此刻早入了冷宫。我是她的丫鬟，自然与她休戚相关。再者，我看她被欺负，整日委委屈屈、战战兢兢的样子，不知为何便心疼起来。我教她如何在她爹面前表现得聪明伶俐、善良有爱，教她如何不着痕迹地为她母亲说话。我还教她怎样竖起防心，躲过她庶母、庶妹的明枪暗箭。她本聪明，我教她的她颇能举一反三。不出1年，她不但被宠如明珠，还能与我筹划着，反过来将她庶母一军。我颇欣慰，小姐在府里立起来了，丫鬟的日子便好过了。她有时会问我，怎么能明白那么多人心阴暗，教她那么多诡道法子，把见过世面的蒋老爷都蒙混过去。我笑言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逃难来的。她在府中间尊玉贵地长大，而我自小不看透炎凉冷暖，恐怕活下去都难。我与她一同在府中明争暗斗，情谊自然不比寻常。她庶母已经被我们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，给按得死死的，无法兴风作浪。我们几乎没吃过亏，毕竟她庶母只是图些府中大权，和我这种不用心变得死的人没法比心机。我最后一次出手，是她庶母想诱我投靠她，拿些银钱引我动心，我自然不从。我将来规划的是跟着小姐进将军府，哪里是这些蝇头小利可诱？可她庶母好歹在府中还能说上话，见我不从她，恼羞成怒，趁小姐不在，拿个由头命人乱棍打我。我当时心里便是一凉，只怕今日命丧。谁知我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眼看上不来气时，小姐回来了。我仍记得，她情急下连喝住下人的功夫都没有，合身扑在我身上，将我护在下面。下人一惊，手一偏，棍子打到她头上，鲜血直流，差1寸便到脸上。大户人家的小姐被下人打到差点破相，还是庶母指使，传出去简直笑话。蒋老爷闻听大怒，再加上小姐的梨花带雨，我的话里藏刀。他庶母本就有失宠迹象，这下真的全盘皆输。我的小姐定到镇北将军府，这件事稳如磐石。
我躺在下人房榻上，将养我满是伤痕的身体。小姐哭肿眼睛，端着亲手熬的汤药来，亲自喂我，推脱不得。我看着她为我流泪担忧，当下心里一热。能扑上来替我挡棍子的人，当真不多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心里暗自说，不管她扑上来时是为了救我，还是施展苦肉计扳倒树木，我从今日起只真心待她。我还在暗想，她已经开口，她说不管我帮她是真心，还是为了跟她嫁到镇北将军府，摆脱丫鬟身份，做个侍妾。今日我没有盼她为她挨打，她今后只真心对我。那一日不管何时想起，我都会微笑。打我出生，这么暖和的时候不多。扳倒庶母，即将嫁到镇北将军府，这两件大喜事同时发生，他顿时轻快了许多。府里没了对头，没人等着害他，他借各个时节赏花踏青拜月游湖，不再像从前居在府中不敢出门。蒋老爷心疼他差点破相，也不过分拘他。全府只有我劝他，快嫁人了，不能总是任性出门。可他之前被压得着实喘不上气来，一旦放松了，不是那么容易被拘得住的。见我劝得多了，他索性出门不再带我。我一个丫鬟，即便和小姐再亲密，毕竟尊卑有别，也只能闭嘴不说。所幸婚期快到，再由他晚几天也就该收心嫁人了。不出2月，婚期快到，我忙着替他准备嫁人琐碎，无暇顾他，只知他日渐沉默消瘦，却也实在没空留心。我就疏忽了2个月，他便出事了，还是在嫁人前一天。那天我为他清点嫁妆，准备出嫁，忙至深夜。他只沉默看我忙碌，抿嘴并不说话。我觉得异样，去问他，他死死盯着我，支开众人，眼睛通红。良久，突然开口说了句晴天霹雳，她不嫁了。我晃了晃身子，险些跌倒。想想他之前情形，心里一直怀疑，又不敢说的是浮出来，你心里有人了？他点了点头，不等我问便交代，那人是个读书人，他们在外偶遇，几个月间便许了终身，约定生死相依。我问他，眼看要嫁人了，便是心里有人又能怎样？他下面说出的话更让我如耳边炸雷，你替我出嫁。他脸色潮红，带着孤注一掷生死不理的决绝，对我快速说出计划。书生祖上是江湖人，有世间传说已久的人皮面具，他要我们互换，说他带我出门的时候，书生早已将我面貌画下。如今面具造好，我们只要戴上，便变换了相貌。我替他出嫁，他夜奔去找书生。我扶额，深觉我这小姐陷入情中，神志全都不在。我苦劝他，奔者为妾，他这么一跑，无媒无聘，将来嫁人连婚书都不好写。他不怕，两情相悦，要什么婚书？我又说，他花容月貌，从此隐于面具，想摘时他也不得摘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一世尽毁。他轻笑，说书生爱的是他的人。我实在无法，便说人皮面具若不牢靠掉了，我们全都要倒霉。他拿出2张薄如蝉翼的面皮来，告诉我人皮面具没有书生家祖传的药水，治死不掉。只是我仍不愿意。他突然冲我跪下，泪如雨下，求我成全。他说，将军府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，你用心为我筹谋，不也是为了不做丫鬟，跟我到将军府做屋里人吗？现在你不用做屋里人，我直接将正妻之位让于你。我深深看他，他头上为我挡棍少了块头发，如今才长出稀稀拉拉一缕。我闭眼咬牙说，我帮你。他大喜，我接着一字一句，我为的是你救我的情谊，要不然我也是有傲气的，我宁愿身为丫鬟进将军府打根基，也不愿顶着你的名义做什么正妻。那夜我与小姐对坐流泪，直至天明。天亮之后，他提包袱与书生私奔去，我坐花轿进将军府做主母，拜堂洞房皆是我替。我变成蒋家大小姐，镇北将军府少主母，她变成偷了金银细软奔逃的丫鬟。将军府人丁简单，就我丈夫这一根独苗。只是这独苗却是个纨绔子弟，成日听曲看戏，架鸟玩鹰，气得我公公吹胡子瞪眼。听说太子未废时，还曾轻眼于他，主意他做女婿。只是此事刚定没多久，太子被废，他的独生女病死。现在看来，幸亏此事未成，
否则太子的女婿是个纨绔子，传出去丢了太子面皮，还连累将军府。如今我既嫁了他，便不会叫他这么浪荡下去。看准他吃软不吃硬，我便先日日投其所好，学他爱唱的曲爱听的戏。只是学得不成章法，唱出来连院子里那只鹩哥都不如。我为他养的鸟，逗他训的鹰，什么好给他们吃什么，不出数月，将那几只扁毛喂得圆润如珠。他见府里终于有人与他同号，跟他一起不务正业，倒也看我新奇起来。只是我五音不全，唱戏唱得他头疼脑热，实在睡不着，便起来指点我一二。我学得认真，悟得快，他也教得渐渐勤快，每日天不亮便拉我起来吊嗓。我将他的鹰养肥，他气得火冒三丈，责令我日日遛鹰，给他遛瘦为止。他怕我伤着他的鹰，亦步亦趋在我后面跟着。一来二去，我与他日渐亲密，慢慢变得无话不谈。我又会做美食，会讲故事，他便越来越喜欢围着我转，出去的都少了。喜得镇北将军夫妇直夸讨了个好儿媳，每日我都讲故事给他听。从我逃难的见闻，到民间流传的皇家秘辛，便招法给他讲得有趣些。他说我比说书人讲得好，都不用到茶馆去听书。有一日我兴起，给他讲了个他祖辈的故事。镇北将军是世袭的，因为他有个好曾祖，少年时平民乱，打地皮保一方平安，壮年时参军打蛮夷，屡立战功，救下无数百姓。民间传说中，他是神一般的英雄人物。我丈夫虽知道自己曾祖战功显赫，却着实没听过民间传说。我公公谨慎，不敢讲祖辈英雄，怕我丈夫从小桀骜，知道了更是骄纵。我如今一件一件地讲给他听，他初时听得兴致勃勃，后来越听越沉默，只是眼睛晶亮起来。打从我讲完老镇北将军的种种事迹，我丈夫走路都挺直腰板，呼呼带风。他从小习武，文韬武略均有名家教授，只是他玩心太重，不甚用功。如今重新捡起再学，他颇聪明，下了死力气，晨起舞剑，挑灯夜读，再不在外间流连。不出一年，他的师傅们都说他如今在同辈中已经佼佼。我逃难路上多听民间传说，当今朝中乱象重重，太子被废，夺嫡者甚多。我将路上听到的传闻都说与他听。他家中太平，乡土安宁，不像我一路逃难过来，听闻见识都多。他细细听我说民间传言，眉头皱得死紧。我穿插着再讲讲历朝来保国卫家的衣饰风骨，说得他深夜仍端坐书房思虑，与公公探讨朝中形势。公公恨不得到祠堂给祖宗上香，谢祖宗保佑他这棵独苗终于懂事。思索几日后，他对我说，朝中如此下去，必有大乱。身为男儿，当有一番作为，拨乱反正，才不枉曾祖打下的名声。很快，我丈夫的话应验，朝中四皇子联合北疆蛮夷起事，据说四皇子登基之日，便有16州送与蛮夷。当下皇帝偷偷离京躲避，一时烽火连绵，战事频起。镇北将军守将御敌义不容辞，我丈夫跟着公公入了军中，从传令兵做起，再到先锋官，从小小战功到斩获蛮夷首领数十个，我丈夫同他曾祖一样，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。这些事我丈夫写给我的信里一概不提，他只同我讲想念我给他讲故事的时光，时不时在战地中拈一朵花，捡几块漂亮石子，差下人从两军阵地为我送回。我婆婆年老，由我在家打理将军府一概事务，将府里理得清清楚楚。我既为将军府少主母，当尽力为他免去一切后顾之忧，由他安心立功去。闲暇时看看他送回来的干花，把玩他为我捡的石子，却也不由低头笑笑。我这个丈夫傻得可爱。我丈夫最后一战带兵打败蛮夷，少年成名在此一役。可毕竟大军都在边境，鞭长莫及，四皇子早于京城控了局势，登了基。四皇子派人传话，前世一笔勾销，只要效忠，镇北将军府仍是世袭罔替。我公公和一干军中将领见势已如此，也只能暗叹一声接受提议，跟四皇子和和气气。我丈夫却不愿意，他回来后总是叫我一遍遍给他讲故事，讲他曾祖，讲民间传说的忠臣义士。我眼见他神情阴郁，每日闷闷不乐。我虽想和他朝朝暮暮，
可我更愿意我丈夫身为男儿，在这世上风发意气。我便劝说我丈夫给公婆找个容身之地，我自尽力伺候尽孝，而他自去干他的事。今后是生是死，都由心去。家里我自能料理清楚。我丈夫想了一夜，终是在清早不告而别，带着他在战场上培养的心腹，往京城去讨伐四皇子、秦王护驾去。这件事本是找死，谁知我丈夫数次九死一生，竟也真的做成。我丈夫拥立废太子登基，四皇子被我丈夫带兵围住，贬为庶人。我公公上表请辞，称年纪老迈，须将养身体，启皇帝将镇北将军之位与我丈夫。皇帝答允，亲自为我丈夫加封，而我富贵妻荣，成为真正的将军夫人。就在这时候，我这小姐哭哭啼啼回来了。她一口咬定当初她被下药，醒来不知为何变成了我的模样，被弃山野，几乎性命不保。后遇高人，认出她被戴了人皮面具，为她调理几年，还给了她去掉面具的药水，叫她回来找我。她的话本没人相信，奈何她头顶有替我挡那一棍留下的疤，更有她当着所有人的面亲自洗去面具，大变活人。我一直坐着没说话，看她玩耍。她眼神闪闪烁烁，不敢看我，只是不断低头，在我眼前露出她头上那块头发稀少的疤。我看看她的手，粗糙黝黑，看来那书生没让她过什么好日子。笨者为妾，能让她不顾名节私奔的男人，在山穷水尽时不卖了她都算不错了。只是这苦日子倒是把她打磨狠心了。她回来，我却如何自处？我回头看着我丈夫，这几年他越发俊朗了，不再白净，身上却带着铁血的味道，不怒自威。这样的男人，谁能愿意拱手让人？我问他，你娶的是蒋家大小姐，还是你的妻子？其实我也早已不愿意蒋家小姐的面目示人了。调教丈夫的是我，伺候公婆的是我，将军夫人是我，与我丈夫情投意合的也是我，不是什么蒋家大小姐。我等着我丈夫回答，终究还是有些忐忑，手心不由渗出冷汗。一个是大户人家小姐，一个是与她结发的丫鬟。旁人怎说，我一概不管，我只看他怎说。我丈夫却始终沉默，沉默到我觉得胸腔从温热到冰凉，他仍未张口说话。我笑了，罢了，人心冷暖，从小不就看透，还期望自己身上能发生奇迹。我伸手从我那小姐手中拿过药水，将面具卸掉。本来面目露出来，相貌平凡，别说倾城，倾个村都难。也难怪我丈夫不愿开口，一个真绝色千金小姐，一个假美人还是个丫鬟，便是给我，我也知道怎么选。我离开将军府，到他们给我的一个小庄子上过活。将军府为追究我冒充之罪，仍给我大笔银钱，配了丫鬟仆役。我每日直到日上三竿才起床，逗狗喂猫，养鸟架鹰，招人来唱戏唱曲，竟过起了我丈夫未成婚时的日子。也不知他现在做什么，大约打算另娶了吧。便是我一向冷心冷情，思及此事也不由难过。我还有一肚子故事没讲，最好听的故事他还没听到呢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蹲下摸摸院里的一只猫，也不知怎地，眼泪便一滴一滴掉落在猫头之上。猫嘶叫了一声跑走，我蹲在原地，眼泪纷纷落下，难以止住。有双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没等我抬头往上看，那人蹲下来，大手抚上我脸颊，将我眼泪擦掉。我从未见你哭过。我抬头，是我那从前的丈夫。透过泪眼望去，他咧嘴笑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惊疑不定，莫非是他要出征，需要我去稳住府里？还是我那小姐与书生的就是被发现了？还是公婆病了？我还没想完，他又笑了，别瞎想了，家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骗了我几年，宁愿顶着一张面具，也不愿拿真面目跟我过日子。我也得报复你一次，冷一冷你，让你也难受难受。我抬头看他，太过惊喜，连声音都颤了。你不另娶？他伸手捏住我的脸颊，我为什么要另娶？我还没听够你讲故事呢。顿了顿，又补上一句，一辈子也听不够。我流着眼泪大笑，扑上去抱住他，给他讲了个实心的故事。当年废太子时，为斩草除根，四皇子命人将废太子独生子杀掉。废太子为保儿子，
只得将与他极像的同胞姐姐打扮成男孩，命人抱出去逃难，引人注意，将真正的独生子扮成女儿样，假称病死，藏了起来。一路上护送人等被追杀殆尽，废太子的女儿为了自保，混入大户人家做丫鬟，还稀里糊涂嫁了当初就差点嫁了的人。她的丈夫还南征北战，平定天下，拥立了自己父亲为皇帝。如今废太子成为新皇帝，她却仍戴着人皮面具，不愿回到公主身份，只想与丈夫岁月静好。谁知又出了鸠占鹊巢这一档子事。我丈夫听得目瞪口呆，半日才说：“你是故意混入蒋家，故意将我调教成现在这样，为你父亲打天下的。”我看着他，心里又忐忑起来，低声说：“是或不是，你待怎样？”他使劲捏我脸颊，恨声说：“我如今已离不开你，我还能怎样？”我望着他，日头正好，春光满院。他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仿佛我第一次见他时那个愣头青小子。远处传来疾驰的马蹄声，我丈夫警惕回头，我笑着制止了他：“那是接我回宫的人到了，准备接驾吧，我的驸马。”全文完。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